小姐，花轿马上就要到侯府了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我既然已经上了花轿，就算侯府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没错，今天是我楚明兰出嫁的日子，只不过我要嫁的人本是我姐夫。都多大了还爬树？摔到了不疼啊？瞅瞅你脏的。姐姐，父亲膝下无子，眼见朝局动荡，便急着与朝中新贵联姻。啊！快来快来！嘘，姐姐，那侯府求娶你，明摆着是看你性格温顺，好拿捏，好去给那病老鬼世子冲洗守活寡。想必那侯府的深宅大院，并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我是绝不会让你嫁过去受苦的。你们小心一点，不许磕碰到我姐姐。是。这怎么会停在偏门？哼，一个五品官女儿，能进侯府已是天大的福分，有后门走就不错了，还敢挑三拣四！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你个贱婢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的人？老身不敢，老身不敢！求姑娘宽恕我一回。这侯府好大的规矩，连这正头娘子都要走偏门了。何事就这一个门？你要不愿意，现在打到侯府验筹。只有这一个门？你要做什么？站住！那是正门，你不能过去。你再敢狗叫一句，我让今日侯府喜事变丧事，你的丧事。今日燕儿订婚，大家同喜同贺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有人擅闯侯府了！何人胆敢闯我侯府？夫人，他从正门进来的。原来是心腹，怎么来的如此大阵仗？我是侯府8抬大轿3书6聘求娶而来的，谁知这狗奴婢不懂事，非要让我走偏门。这事若是传出去，恐怕要说侯府奴大欺主，不懂礼数了。你倒是为侯府考虑。我进了这侯府，便是女主人，自然要为侯府多分担一些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给我敲锣打鼓！新娘子要进门了。新娘子跨火盆，日子火火火火。新郎新娘见礼喽！连拜堂都要公鸡代劳，看来世子爷命不久矣喽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怜了。这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急住！就是这燕儿病重，实在是难以起身拜堂。这心腹若是贤惠有礼，定能理解夫君的难处，完成这礼数，对吧？那我就更不能拜了。这算什么道理？我嫁过来是盼望着夫君早日康复的，你们倒好，用只公鸡来跟我对拜，你们这是明摆着咒他，这怕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活不长久了？你胡说什么你？难道不是吗？今日若真拜了，明日
全京城的人都会嘲笑。侯府世子娶妻，竟然要靠只公鸡来撑场面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就是这太可怜了呀！有道理。满嘴胡言！你若不拜，那便是忤逆尊长，藐视礼法，休想进我侯府的大门！来人！夫人是想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对侯府3叔6聘、明媒正娶的世子妃动粗吗？你不肯拜堂，就算不得我侯府的人。按规矩把你请出去，就算是客气。本世子的新娘岂能与禽兽行礼？燕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医不是说你病重不起，不能见风吗？或许是母亲为我安排的这桩婚事冲去了煞气，儿子今日竟觉得身子松快了不少。拜堂一事，还是由我亲自来办。既然燕儿身体健好，那自然是天大的喜事，便依你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世子爷，你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突然想起我亲生母亲临终之前曾拉着我的手，盼着能见到我娶妻生子。可是如今还是不能如愿。只见这小妇人怎么了？不懂安上来，会拿上来了。太不体面了。您如今是侯府夫人，气死我了！不会不让儿子献这一片孝心，告慰生母在天之灵吧？这怎么会呢？难得燕儿你如此有孝心，还记挂着先夫人。二拜高堂。世子且慢，这生母要拜，含辛茹苦将你养大的养母那更要拜，否则岂非不孝？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是啊，是啊，我觉得是。世子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世子爷，来人呐！快传太医！世子爷呕血了！小姐，你怎么又把盖头给掀了？好春秋，你有没有吃的？我感觉我现在饿的都能吞下一头牛了。怎么连一点肉渣都没有？我就藏这么点桂花糕了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，和我拜堂的那只公鸡，我看倒是挺肥美，不如我们把它宰了炖汤喝。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你还嫌今日的事不够多呀？那事又不是我造成的，我那婆母表面上看着和善，但若是没有她的允许，谁敢让我跟那只公鸡拜堂？
至于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夫君嘛，世子怎么了？你说，等他死了，我们去哪里玩比较好？小姐，哎呀，这本来就是事实嘛。也不知我姐姐怎么样了，会不会怪我？您还是想想今天晚上该怎么办吧。慌什么？我跟他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世子到！你先出去吧。是，世子。不对啊，我明明连一成功力都没用到。怎么了，娘子？你这是要谋杀为父？你骗我！若不这样，我怕连明日的朝阳都见不到。胡说！我刚才分明没有用力，我只是嫌弃我这个病老鬼，不愿让我近身。不过，我更好奇的是，我听闻楚家大小姐明月姑娘最是秀外慧中，温婉贤淑，怎么话还没说两句，便要动手？难不成你不是楚家大小姐楚明月？世子病中听闻的消息可能有所偏差，温柔贤淑并不代表任人拿捏。可以你的力道，并不像深闺里的绣花小姐能有。可世子呢？世子方才在喜堂之上那般呕血昏迷，如今却能行动自如，这般病重，难道还不允许我警惕自卫吗？有点意思。娘子，漫漫长夜，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聊。不是说楚明月的性子最是软和，是个能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吗？夫人息怒，奴婢确实多方打听过，所有人都说那楚家大小姐性情怯懦，寡言少语，奴婢也不知怎么今日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哦，这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变了性情，除非他根本就不是楚明月。给我查，仔仔细细的查，楚家在送亲的路上出现了什么岔子？楚明月在上花轿前遇到了什么异样？我倒要看看楚家到底在玩什么花，糊弄到我侯父的头上。是夫人，老奴这就去办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对了，世子的药别忘了送过去。是夫人。他不好糊弄，硬碰硬，只怕会立刻暴露。现下唯有先将他灌醉，度过今晚这关再说。娘子这是怕为夫在这交杯酒里
动了手脚。夫君说笑了，只是春宵苦短，光是喝酒岂非无趣？夫君方才不是想知道我究竟是谁吗？不如我们玩一个游戏，一来呢是助兴，二来也免得夫君总疑神疑鬼的。哦，什么游戏？很简单，我们互相问问题，如果输了就必须回答对方一个问题，不得有半句虚言，否则就自罚一杯。夫君敢玩吗？既然娘子有这兴趣，那为夫奉陪到底。既然是娘子先提出，那这第一个问题便由我来说。娘子的这一身擒拿功夫师从何人？我认罚。看来他确实会武功。到我了。夫君方才在喜堂之上呕血昏迷，想必这出戏演了很多次吧？我认罚。看来他确实是装病。那娘子嫁入侯府，是否另有所图？夫君的病到底是为了防谁？你是楚明月。娘子且慢，连续饮酒伤身，不如换个方式。若回答不出，可以选择宽衣一剑。臭流氓，当徒子！娘子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若娘子不想回答，可以选择为我宽衣一剑，指的是我自己的衣服，而非娘子。你这算盘珠子都快打到我脸上来了，这有何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今日是我洞房花烛，夫妻之间这般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娘子若是不悦，那我只能自己。谁？禀世子，世子妃，夫人惦记着世子爷的身子，特命老奴即刻送来补药一碗，请世子爷务必趁热服下。母亲有心了，只是我刚喝了合卺酒，不能再与这药食一起服用。这药就先放着。世子爷恕罪，夫人再三叮嘱，此药乃为您今日状况调配的，与酒水并无冲撞。夫人说务必看着您亲口服下，老奴才好回去复命。怎么，如今我如何服药，何时服药，还需要你这奴才来管了？还是说，我这世子之位坐得太久，碍着谁的眼了？不若这碗汤药给你，你来做这个世子。不敢呐，奴婢不敢。世子爷息怒，奴婢稍后再来收药丸。这药有问题啊！这药有问题啊！是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何装病吗？为你。
史燕，你怎么样？1、2、3。我的儿啊，这好不容易盼到了你大喜的日子，你这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你这是要母亲的命啊！是你这个煞心冲撞的我儿！来人啊，来人，把这恶妇押去祠堂。世子身体一日不好，他便一日不准吃饭。小姐，小姐，陈强，你再不来，大小姐就真的要变成饿死鬼了。祠堂外守了3班守卫，轮流换岗，滴水不漏。奴婢可是冒着天大的风险，从后墙那个狗洞钻进来的。那个谁醒了没？您说世子啊？醒倒是醒了，但一直缠绵病榻，听说起身都难，汤药就没断过。医术再高，也治不好一个铁了心要装病的人。对了，我姐姐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听说林家人上门来闹过一场，被主君悄悄压了下去。那林家婆母转头便将气都撒在了大小姐身上，说明月小姐是没人要才塞给他们林家的。这几日可没少给脸色看。岂有此理！不行，我要去林家找姐姐。小姐可千万使不得呀！您想想，您现在可是侯府的世子妃，您万一逃跑被侯府的人发现了，到时候替嫁的事儿不就彻底暴露了吗？不仅您完了，大小姐在林家就更难做人了。你放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小姐，你想干嘛呀？莫跑！小姐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啊！小姐，别跑！我儿这几日公务操心的紧，库房里的好药材自然紧着他。儿媳知道。还有，是你们楚家蒙骗我们在先。如今这点苦，你这做媳妇的总能吃的吧？别摆出一副病殃殃的样子给谁看。是，母亲说的是。我呸！一天到晚娇柔造作，病病歪歪的，你演给谁看？哼，真当自己还是什么金尊玉贵的大小姐？我呸！哼，真晦气！这一天天的晦气！谁？哪个杀千刀的？不长眼的小瘪蹄子，敢当老娘！滚！哎呦，滚！救命啊！姐姐，你怎么样？你脸怎么这么白？兰儿，我只是偶感风寒，不是。你怎么来了？还这身打扮？我从侯府偷跑出来的，他们说林府欺负你，我特意赶来看你。怎么样？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我挺好的，你怎么样？在侯府有没有受委屈？好什么好？刚才老钱婆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林探花呢？他也不管你吗？你姐夫对我其实是极好的。尝尝，只要我随口想吃什么，哪怕他下至再晚，绕遍全城也会给我买回来，且平日里对我也算是千依百顺。
花好月圆。只是她最近公务特别繁忙，常常宿在衙署，不怎么回家。婆婆的事，她大抵是不知道的。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忍下去吗？婆婆她只是因为换亲之事心生怨气，况且我们楚家对修远的仕途是有助力的，想来婆婆不会再为难我多久。都怪我，都是我自作主张，我把你迷晕了，跟你换嫁，否则姐姐不会这般苦。不怪你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怕我掉进侯府那虎牢笼，想来那侯府也不是什么好相遇的地方，不然你也不会大晚上的这副打扮，偷偷跑出来见我，对不对？姐姐，兰儿，你听姐姐的，换亲的事，事关楚家满门声誉和安危，你绝对不能说出去，也不能去闹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兰儿。这破狗洞太小了，差点卡在里面。谁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？原以为铁甲能护姐姐周全，怎料反陷她于危难之中，我定要设法救她。将衣服放下来吧。我说的话没听清吗？将衣服放到旁边的架子上，就可以出去了。等会儿我自行穿戴。把药包给我。站住！不知道府里的规矩，不许任何丫鬟进入我房间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回世子殿下，是刚才当值外面的小厮，他说他内急，然后需要找茅厕，就让奴婢把衣服送了进来。奴婢这就走，绝对不打扰世子爷。我这个院子里外3层都是看守，用的全都是小厮。丫鬟别说内院，连外院都进不来。你倒是说说，你是如何绕过层层看守？你若是敢动一下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你说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我府里人来得快？转过来。抬头，抬头。我说是谁有着通天般的本事，能绕过我这重重防守？原来是我的娘子。怎么，娘子竟这般想我，特地挑为夫沐浴的时候前来探望。娘子若是想看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新婚当夜，为夫便可托给娘子看。你少胡说八道！你们几个在这边说，我来这边看看。奇怪，我明明看见那个帮鬼鬼帮我祟祟的小丫鬟告诉走到这里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少趁火打劫！不说算了，娘子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好，你帮我，我过会儿就告诉你。过来，快！不可能！不许下！属下参见世子，竟让世子实属无奈。博士，回世子，方才府内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丫鬟，疑似刺客。属下亲眼见她逃窜至这个方向，为保世子安全，特地来搜查。
我此处并无刺客，退下。世子，属下确实看得分怎明。么，我的话你也不信？侯夫人有令，但凡事关侯府安危，宁可错查，不可放过。属下必须查探清楚，方能安心。得罪了，放肆！我与世子妃共同沐浴，怎么，你们也想要近前观看世子妃？世子妃，世子妃不是正被罚禁闭于祠堂，而且我刚刚明明看到一个丫鬟打扮。我与世子妃情趣相投，觉得扮演些什么才有意思。娘子，你说对吗？是。退下吧。属下鲁莽，小尔世子世子妃雅兴，属下这就退下。还有，今日之事乃我与世子妃的闺房之乐。今后我若在府上听到半句流言蜚语，你知道后果。属下明白，今日之事，属下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到。滚！是。说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深夜要扮作丫鬟的样子溜出去？到底是要去见谁？既然世子好奇，我便不再隐瞒。我确实不是楚明月，我是楚家次女楚明兰。楚明兰，那个据说性情顽劣、不堪大用的楚二小姐。坊间传闻果然不可信。传闻半真半假，顽劣是真，不堪大用未必。至于替嫁缘由嘛，很简单，世人皆知世子命不久矣。姐姐若嫁过来，不是守寡，便是被这侯府的深宅大院啃得连一块骨头都不剩。而我不同，我自小便不是个听话的闺秀，性格顽劣，名声狼藉，嫁过来最多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我迷晕了姐姐，自己上了花轿。若侯府执意告上御前，你不仅不没命，楚家满门乃至你那已嫁与探花郎的姐姐，都会受到牵连。都会受到牵连。知道，我的命现在握在世子的手中。不过，世子殿下您好像更需要我，不对吗？哦，说说看。您装病韬光养晦，防的就是您的继母刘氏吧？这刘氏操控着侯府上下多年，这府里的下人表面对您恭敬，实则行事思索，不光逼你喝那来路不明的药，还有方才侍卫强闯你的寝居。我想，您都需要一个帮手，一个能帮你打破这局面的好帮手。而我有最大的把柄掌握在您的手中，无路可退，无所依仗，岂不是世子手中最锋利也是最合用的那把兵器吗？你想干嘛？娘子这么害怕干嘛？怕为夫吃了你不成？我才没有。现在，娘子还是好好想想，该如何从这死牢里逃出去吧。这禁足的滋味可不好受啊！或许可以开口求我，我可以帮娘子想办法。想得美！事情查得怎么样啊？回夫人，
那楚家上下嘴严得很，像是之前通过气儿似的。奴婢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怎么也套不出半点有用的话来。套不出话来，那恰恰证明这里面一定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既然楚家本家查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你去看看和楚家有来往，从那里去下手。这些人往往知道的多，嘴也未必有那么严实。夫人英明啊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定从那些旁门左道里把他们的底细给挖出来。记住，要查得隐秘些。是。小姐，小姐醒醒！春秋，我是不是能出去了？世子爷向夫人求情，将您放出来了。真的，我真的能出去了。小姐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侯夫人说害怕小姐再冲撞了世子，让您继续在祠堂静静心，以化煞气。那老钱婆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小姐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您要是把她给打死了，您自己也活不成了。谁说我要打她了？你小姐我就是这么暴力的人吗？是。我准备跟我那婆母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用爱去感化她。您婆母要是真讲道理的人，您还会被关在祠堂吗？哎，您还是去求求世子吧。也是啊，不会真被他给说准了吧？或许可以开口求我可以帮娘子想办法。嘿，我才不求他呢！我就不信，不靠他我还出不去了。哎，我想到了，春秋，去把那只公鸡相给我抓过来。是，小姐。哎，快去，快去！是儿子不孝，让母亲揪心了。都怪我不好，非要给你娶亲冲喜，反倒让那煞星害你病成这样。你爹快回府了，若是他见你这般模样，喝药。我自己来就好，不劳烦母亲了。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也是我看着长大，哪有什么劳不劳烦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，把药喝了。祠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帮忙！走水了！救火呀！快来人！快这边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来，祠堂不是真的，突然走水了。那出事还在里面呢，怪就怪他命不好，死了倒也省得我动手。这边！夫人当心！让开！婆母恕罪，儿媳见走水心切，没瞧见您。反了，真的是反了！楚明兰，你可知祠堂被毁是何等大罪？婆母明鉴啊，儿媳正在虔诚悔过，谁知这公鸡相公，它突然就这么飞起来了，扑棱着打翻了长明灯，儿媳也是救火心切。满嘴胡言，分明是你蓄意纵火。婆母这话好没道理，我为何会烧自家祠堂呢？就因为我罚你跪祠堂，所以你别怀恨在心。哦，原来婆母也知道，新婚夜将儿媳关在祠堂是不合规矩的呀。我
我一个婆婆，居然还教不了你了！来人，请家法！大不了就打出去。母亲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调查祠堂走水的原因，否则恐怕对不起列祖列宗的。他明明已经认罪，还查什么查呀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认的？心腹年纪小，尚不懂事。不过，这桩婚事是母亲精心挑选的，想必他必是善良之人。儿子不信他会做出来这种事。若真是公鸡打翻长明灯，那也是儿子的错，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当日种下公鸡拜堂的祸根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心腹是我挑的，这公祭拜堂是我做主的，合着这都是我的错了。儿子不敢，只是我。快，来人，世子救急复翻了！他怎么一到关键的时刻他就晕倒？世子急火攻心，服了药就能醒转。有劳太医了。太医，这是还有什么嘱咐？世子精气亏损，这闺房之事还需节制才是。那得问问世子妃愿不愿意节制了。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我没有！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娘子手下留情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府上下的人都以为我们已经是夫妻，那又怎样？都怪你！我以为娘子会谢我，方才我假意晕倒，才能躲过我那好母亲的搓磨。哼，若不是因为侯府阿杂事多，我何至于受这番窝囊气？这是岭南的柑橘，你尝尝。今日算是把刘氏得罪狠了，这往后的日子，怕是都不好过。这算什么？大不了休了我。要是这事情真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这侯府还有鬼缠身啊？还有比鬼缠身更可怕的东西。娘子可想知道我为何一直装病了？娘子可知我为何要一直装病吗？为何啊？这件事要从我母亲说起。我母亲周青瓷与我爹沈开平自幼青梅竹马，结亲后便顺理成章成了亲。后来边关战事吃紧，朝廷出兵，父亲一心想建功立业，便去了战场。青瓷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燕儿。等我回来。几年后，父亲终于回来，带着一身显赫的军功和另一个女人刘氏。青瓷，这是刘家女之女，在战场上曾救过我的性命，救命之恩我不得不报啊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那知恩图报的好父亲，为了安抚将军府，竟然想出了将其为妾的主意。这恩情都是他沈白听，但代价却要我娘来还。这天下岂有此等道理？
既然如此，你又是如何成为世子的？他在朝中树敌颇多，最终还是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，最终一道圣旨，让我母亲重为正室，而刘氏也被钦定为妾室。那你娘？表面上是我母亲赢了，可实际上，娘。我可怜的孩子，莫怕莫怕，从今往后，为娘定会将你视如己出，好好待你。母亲走后没多久，我的身子便也日渐衰弱了下去。他竟然如此恶毒！是谁？奴婢奉侯夫人之命来给世子送药。奴婢奉侯夫人之命来给世子送药。你明知那药是害你的，你还要喝？我羽翼未丰，若贸然拒绝，势必将会引起怀疑，装病的事也会暴露。不行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你喝那药。坐下，不许动。什么灵丹妙药，大半夜送来，真叫人清梦。世子妃恕罪，这药乃太医叮嘱，必须连着喝，一日都断不得，否则与世子爷贵体无异。这药这么苦，光是闻着就难喝，这怎么叫人喝得下去嘛？对不起，嬷嬷，我不小心的，我刚刚分神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这药奴婢再去熬一碗便是。慢着，以后这熬药送药的活就交给我吧。这可怎么使得？你是世子妃，怎能做这种粗活？哎呀，我自从嫁过来就闯了不少的祸，这心里实在难安。如今我只想全心全意的照顾好夫君，也好弥补我的过错。嬷嬷，不会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吧？不是，老奴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嬷嬷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还想给我夫君喝一些来路不明的药，门儿都没有。楚明兰，你这夫君这2个字喊得也太顺口了吧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。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说顺嘴了。你就当没听到。无妨，今夜天色不早了，该就寝了。就寝？娘子为何如此惊讶？此处是婚房，你我在此就寝，有何不妥吗？可我们明明不是……不是什么？不是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是真正的夫妻，只是合作关系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问你，主动带姐出嫁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与我拜天地，拜高堂，名正言顺被娶进侯府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这就稀奇了，主动要嫁过来的是你，完成大礼的是你，你是我侯府3书6聘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怎么到娘子嘴里就变成了冷冰冰的合作关系了？
底要干什么？娘子折腾了一晚上，累倒了，不如早点休息。我不行，我要去找春秋睡。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你我夫妻不同房而睡，反而跟丫鬟挤在一起。若是传出去，你我夫妻不和，以后会为难于你。不行，我就习惯晚睡，我在这坐一会儿。也罢，既然娘子执意如此，那我也只好把这床让给娘子了。喂，别铺了，还是我睡地上吧。你这样的身子骨可经不起折腾。你是女子，怎么能睡地上？我是男子，无妨。楚明兰啊，楚明兰，你不是自诩江湖儿女吗？江湖儿女快意恩仇，不拘小节，你怎么能让一个病患睡在地上？传出去你还怎么混？别铺了。不就是一起睡觉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以后可是要闯荡江湖的人，才不会在意这些世俗小节。你晚上要是敢越过来一点点，我就把你打得全身瘫痪，让你一辈子都名正言顺的躺在床上。哼，睡觉。多谢娘子体恤。林大人，公主殿下有请，请大人移步一叙。不知殿下找我有何要事？殿下说事情紧要，不会耽误殿下太多时间，请大人随奴婢来。带路吧。参见公主殿下。世子，禀世子，安阳公主最近与那位新科林探花交往甚密。安阳公主这几年广结新贵，结党营私，真以为陛下毫无察觉吗？继续盯着。是。对了，我父亲那边呢？侯爷已经结束巡边，预计下月便可回京。知道了，转告陛下，一切都在计划当中。是。对了，夫人刘氏在暗中调查世子妃的身份，她动作倒是挺快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楚明月，她是楚家那个名声狼藉的二小姐楚明兰。她是楚家那个名声狼藉的二小姐楚明兰。小人以前在这楚家做过几年洒扫的伙计，但是我在楚家的时候，经常见到两位小姐，绝对不会认错的。好得很呢。夫人可曾听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贵人最忌讳的就是邪祟作祟之事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直接给我那儿媳冠上恶煞之名？非也，非也。你要直接给她挂上这么一个恶煞之名，别人还会认为是夫人您诬陷她。主要是之前你们那个祠堂的冲突，现在都还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呢。你想怎么办？别在这卖关子。夫人，咱们可以反其道而行，把这栽赃嫁祸的头衔安在他的头上。咱们可以假装世子妃嫌恶世子爷病重拖累，又恐怕被休弃了以后名声不好，他就暗地勾结小人，就是我这个妖道一块污蔑世子爷邪祟入体。到时候人赃俱获，就算他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届时夫人您就只是一个受到蒙蔽的受害者呀。
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办。哎呀，母亲这是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为何今日病得如此严重？回世子爷，夫人昨夜突发头疾，那疼的是翻天覆地，整整1宿都未能合眼。奴婢看着真是心疼死了。可否请太医过来瞧了？怎么说？请了，一连请了3位京城有名的郎中，可都说夫人脉象平稳，并无大碍。依奴婢看，夫人可能不是疾病所致，怕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依嬷嬷看，该如何是好？奴婢听闻，京中近日来了一位法力高强的道长，法号玄虚，最是擅长驱邪避煞，许多贵人家中都请过他，皆是药到病除。奴婢想着，或许可以去请这位道长过府一瞧。既然太医都束手无策，那也就只能如此。是。娘子，可都准备好了吗？赶来找我姑奶奶的茬，正好，我让她第一个尝尝我新发明的擀面杖棍法。道长，你快看看，我家夫人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无量天尊，夫人，你这可不是简单的病，乃是府上进了邪祟，已成气候，凶恶无比呀！夫人，这煞气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子可以破解吗？这唯一的破解之法，就是清除恶煞之源，以命抵命，方可全部清除啊！道长，可知这煞气来源究竟是何人，从何处而来？待贫道算，这生辰八字是丁卯年乙卯月壬午日丙午时。哎呀，道长，你莫不是推算有误？这八字，这生辰八字，这分明是世子的八字啊！竟然是世子爷，这怎么可能？对呀，世子爷平日待我们那般好，就是啊，不可能是世子爷。荒谬绝伦！你这妖道，竟敢污蔑我侯府的世子！燕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怎会是恶煞？若是这邪祟不清除，会危险整个侯府上下，不然贫道怎么会以命相告啊？你还敢胡言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骗子给我赶出去！夫人，贫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侯府。是他，都是他设计的圈套，是他要害世子爷。你不是世子妃院里的杂草丫鬟翠微吗？奴婢有证据，这是世子妃勾结道士的密信，奴婢不敢隐瞒，还请夫人明鉴。哼，你这毒妇竟敢勾结妖道，设计陷害你的夫君，我侯府岂能容你？哼，真好笑，单凭一张破纸就想定我的罪。夫人明鉴，奴婢亲眼看到世子妃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进了后院荒废的角门，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那道士。奴婢要是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血口喷人，贫道何曾在那个时辰见过世子妃啊？你这是污蔑！
奴婢还看到世子妃为了买通这道士，给了他一大包金银珠宝，就藏在他衣袋里，你们一搜便知。没有，交出来，交出来！轻点。这不是世子妃的首饰吗？老奴记得你前几日还戴过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都是世子妃逼我的。她说世子爷身子骨差，性格又怪异，他怕被休了以后会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，所以他想给世子爷冠一个邪祟入体的名声，也好体面的和离。若我不从，世子妃就要将我活活的打死，贫道也是迫不得已呀。铁证如山，你个毒妇还有何辩解？你说你亲眼看见我将信送给了他？没错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日子见到的？说具体点。3天前的子时，对，子时。你胡说！3天前的子时，我分明和世子爷在一起，我们在寝内核对账目，府中守夜的下人皆可作证。你是在哪里见到的鬼吗？我说错了，是卯时。还撒谎！那天是太医院刘院判大人的生辰，世子携我同去，我们还在刘府暂住了一宿，根本未曾回侯府。夫人，他满嘴胡话，这种话你也信吗？那这封信和那些珠宝又怎么回事？字迹潦草，想必是临时仿写。至于珠宝，偷盗主人物品栽赃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将他押入京兆府衙，用些手段，不信他不招。那夫人，这莫名其妙的头痛之症又是为何？还有府中这众人近日都觉昏沉乏力，这总不是假的吧？为什么？难道嬷嬷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这就是我从嬷嬷你房间床底下的暗格里搜出来的东西，这就是让夫人头痛，让大家乏力的根源。这不是石菖蒲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石菖蒲。只要能将这药物放入饭内，不仅能让人昏睡不止，多了还能引起头疼。夫人的伙食都由嬷嬷准备，做手脚自然方便了。我前些日子还看他老往厨房跑，原来是为了给我们下药。好你们两个贱婢，敢暗算主子！夫人，我这都是听……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！来人，他们两个嘴给我堵上，拉出去！夫人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丰富胡言，给我拖走！夫人，你不能！夫人，到你了，要么你自己招供，要么我用它帮道长超个度哦。明来呀，这道长毕竟是……哎呀，婆母放宽心，我待会儿便用这降魔杖啊，为你演一出棒打妖道。燕儿，你倒是说句话。母亲，这个人假借道门行骗，这些年害了多少无辜生命？留着他，才是败坏侯府名声。可是，都别动！谁敢再动，贫道就送这病秧子去见阎王！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休想威胁到你姑奶奶我。你找死！给老子准备一辆马车，还有黄金10000两，反正横竖都是死。老子今天拉个世子陪葬，老子也值了。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住他，不然他定会把我与他合谋的事给抖露出来。快都去准备给他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若是有个3长2短，为娘可怎么活呀？为娘可怎么活呀？母亲，我今日若是难逃一劫，儿子临死前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？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许多钱财，
我就把它藏在什么地方？疼！来人，压下去，好好审。轻点！哎呀！哎呀！走！哎呦！娘子，这降魔杖沾了阿扎气，怕是不能再擀饺子皮了。无妨，回头拿它揍几个不长眼的，也算是物尽其用啊。这次是我输了，不过我迟早会把你们一起解决掉。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握轻点。刚才那妖道想杀我时，娘子竟毫不犹豫地上前，是不是在娘子心里，我根本就不重要？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他不敢呢。娘子就是不在乎我的性命。才没有，我在乎你的。娘子说，在乎什么？你套我话，你自己猜要吧。哎，我刚才是玩笑话，娘子别恼。明兰，刚才虽然是玩笑，但后面的话句句是真。其实我在乎你，远比你以为的要早得多。或许是你不在乎世俗的眼光，敢于攻击拜堂的时候；又或许是你感冒大不为，与姐姐换嫁的时候。在更早之前吧，我的这颗心就已经落在了楚家二小姐的身上。我装病避世，在这泥潭里踽踽独行，从未想过会遇见这样一团火，就这么的闯了进来，烧得我猝不及防，也照亮了我。明兰，我需要的不是兵器，而是你。小姐不好了，楚家传来信说，大小姐快被林家给逼死了。明兰，你冷静点，事情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行，我要去救姐姐。明兰，明兰，既然他敢欺辱你姐姐，说明你跟他讲道理是行不通的。我们必须兵分两路。我是来看我女儿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哎呦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什么风把亲家公吹来了？我女儿现在在何处？我儿媳妇自然在房里。我姑娘的婢女都跟我们说了，你还敢狡辩？这个贱人，不好好在家伺候主子，跑别人家去捣弄是非。她是侯府世子，前段时间娶了本应该嫁到咱们家的楚二小姐。等她回来，看我不打死她！今日不见我女儿，誓不罢休！亲家，你看好，这是林府，不是你们楚家，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爹娘，姐姐还活着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快把月儿带回去医治！把这个贱人给我拦住，否则家法打断你们的狗腿！我女儿若有半点闪失，我要你偿命！偿命？她楚明月现在是我林家的儿媳妇，我要打要骂是我林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们楚家管。
天哪，还有没有常理呀？你看看他们楚家人的教养，半夜里闯府打人，欺负我一个寡妇婆婆。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快来看看呀！徐氏，打骂儿媳，可是重罪。哼，重罪？那你现在杀了我呀！我是当朝探花的母亲。我看谁敢动我一根人！你敢打我，我撕了你这张贱脸！我撕了你这张贱脸！夫人，来人呐！楚家杀人了！我女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将你千刀万剐！娘，儿啊，你可要替为娘做主啊！他们楚家半夜闯府打人，还要带走你媳妇儿，你看他们把我打的。林探花，当日你在我楚家门前立誓，说要护明月一事周全，如今你就是这样护着的。儿啊，可千万不能放他走，万一那位要是知道……够了！岳父岳母，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够了，爹娘，我们走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春夏，将所有知道的事全部说出来。有次大小姐去给姑爷送夜宵，自从那次之后，大小姐就像变了个人，成日沉默寡言。那徐氏对大小姐的折磨也是变本加厉。今早那徐氏突然将奴婢支开，等奴婢回来的时候，大小姐已经快被打得没气了。奴婢实在没办法，这才拼命跑出府去报信。定是那晚大小姐知道了什么送命的事儿，还请世子爷为我家大小姐做主啊！那姐姐究竟是知道了什么，竟会让她忍受至此？儿啊，你糊涂啊！你这样就把人放出去，他脖子上的勒痕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当时那个情形，楚家的人已经堵在门口，我若再强留，不出一个时辰，整个京城所有人都知道咱们林家苛待心腹，逼死儿媳，到时候你我的脸面，林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他偷听到了你和安阳公主的大事，这种祸害就应该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谁想到他命这么硬！儿啊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娘，我让你找个名正言顺的办法，一场疾病，一次意外，让他悄无声息的就没了。谁让你用这种留下明显痕迹的蠢办法？现在倒好，人活着出去，还带着一身伤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？咱们李逵在线，楚家握着把柄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亲自上门，低头道歉，好言好语先把人哄回来。只要人到了咱们手上，之后就由咱们处置了。我不去！你看今天楚家人怎么对我的，你让我上门去丢人？这祸到底是谁闯的？还不是当初你自作主张，想要折磨死他，不然会有今天这事儿吗？他要是把这事儿捅出去了，别说你了，咱们林家都得一起死，你看着办。我去，你别生气，娘再去想想办法，你别生气呀。世子妃，林家来人了。好啊，这对黑了心的母子，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倒好，先找上门来了。娘子就打算这样怒气冲冲的过去？不行，我今天非要撕烂他们的嘴。林探花非等闲之辈，切莫如此冲动。难道这个世道就没有天理和王法了吗？天理王法
自然是有，不过需要点时间才能显现。什么方法？这方法嘛，倒是很简单，不过需要娘子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要不，娘子先盖个印？沈燕，你流氓！这都不肯来啊？看来娘子并无诚意，那我们这合作关系就终止了。你滴血！快说！既然他们敢栽赃，我们便……亲家公，您消消气。之前呢，是我们林家的错，管教儿媳着急了点，下手没个轻重。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了。但这说到底也是我们林家的家务事，闹到外面去，大家脸面都不好看。这样，今日让我们把明月接走，我们保证回去好好待她，这事儿就翻篇了吧。你把我女儿折磨的只剩半条命，你现在轻飘飘一句管教急了就想结果？这是和离书，签了它，从此我们楚家和你们林家恩断义绝。哼，和离？我们今天肯来接人，已经是给你们脸面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岳父大人息怒，母亲也是爱之深责之切，方才言语冲撞了你，小婿再次为您道歉。只是和离之事，便万万不可了。明月乃是林家之妇，若因些许误会便和离，那明月她日后该如何自处？外人又如何议论楚家女儿呢？林夫人，上次那一脚，你还没长记性？小贱蹄子，你娘没教你怎么跟长辈说话。夫人慎言，您现在辱骂我是平远侯侯府世子妃。哎呦，世子爷也闲来管别人家事了。母亲，家母乡野出身，还望世子海涵。探花郎，既然知道自己母亲说话不中听，还由着她在这儿胡言乱语，怎么是诚心给我侯府难堪吗？下官不敢。哼，不敢？我看你们敢得很。如今我大姨姐昏迷不醒，性命垂危，这是刑事重案。岂是你一句家务事就能轻描淡写接过的？你们林家这是想罔顾国法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世子息怒，是林家之家不严，让明月受了委屈。岳父岳母，休远在此赔罪，日后定当。少在这惺惺作态，赔罪！你母亲日日折磨我姐姐，你会不知道那些下作的手段，无尽的羞辱，只不过是你的纵容和默许，你也好不到她哪儿去。你个泼妇，凭什么当我儿子？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我娘，你们给我看好了，这里是楚府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撒野。3日之内，要么将和离书乖乖送回，要么我们就京兆衙门公堂上见。到时候看看是你们林府的脸面硬，还是大梁的王法硬。现在给我滚！你，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把姐姐接回去啊？难不成真的只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了？通常来讲，只有做了亏心事的人，才会急着把知情人的嘴堵上，把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。能有什么亏心事呢？哎，算了，不想了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
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都不知道姐姐的事情不是家事，而是行善了。多谢了。哦，当真谢我？叫声夫君听听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反正呢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自然会守信。你以后有什么吩咐就直接告诉我吧。除了叫夫君。怎么我提个要求还有范围啊？再过2日便是中元节了，想邀娘子一同喝酒赏月。中元节赏月喝酒？没错，敢不敢？就这样。那娘子想如何？为夫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我想如何呀？我想你离我远一点。娘子，中元节别忘了。世子，这是林府迄今为止所有的密报。继续盯着，安阳公主那边有任何情况，立刻汇报。是。春秋飞说这样打扮，可是明月修藏云之后，百花见青尽低头。油嘴滑舌。为什么想到中元节出来赏月啊？应老鬼配恶煞鬼，你就不怕我这小恶鬼吞了你？娘子吞的都是魑魅魍魉，而我不过是别人手里面的棋子，生时不详，死亦无分。娘子可有什么心愿吗？心愿嘛，我想用这双手斩尽世间不平事。那为夫愿助你一臂之力。我用侯府的权势护你周全，再用我的谋算为你铺路。以后你只管做你想做的。条件呢？娘子，此生此世都做我的妻。你可知娶我这小恶鬼做妻是要付出代价的？若我负你，便让我生生世世沦为乞丐，受尽世人唾弃，永不得善终。不够。若我变心，我便受着千刀万剐之刑，死后不入轮回，魂飞魄散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这恶鬼吧。楚明兰，你是不是早就打的这个主意？现在才想明白，晚了。是啊，看来我这辈子都逃不掉了。我喜欢了一个人很久很久。那年我实在闷得慌，从府里偷偷溜出来。喂，你们以代欺小凶不凶？关你什么事？快滚开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揍！没事吧？你不怕他吗？放心，我从小力气就大，整条街的小孩加起来都打不过我。以后我罩着你，只要有人要打你，
你就报我楚明兰的名字。他现在一定觉得我是趁人之危的伪君子吧？但是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拥有他，得到他，不是吗？你是说，当初我们的对话全被他听到了，而且他还活着回了楚家？公主，您放心，臣一定想办法尽快将他带回来，绝不会坏了公主的大事。这次我要亲眼看到他的尸首，不然你知道自己会是什么下场。儿啊，怎么办？怎么给公主一个交代？娘，你放心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明日找个可靠的生面孔，将这个偷偷送去给楚明月。他为了楚家的脸面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姐姐这是要去哪儿？随便走走。这又是什么？大姨姐莫不是要回林府？姐姐，林府到底拿捏了你什么把柄？他们如此待你，你竟然还要回去？兰儿，别说了，求你了。不行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我就不让你回去。春秋，送姐姐回去。是。大小姐，请吧。大姨姐行为怪异，想必另有蹊跷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等等，如果她不说呢？她要是不说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打她一顿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她若不愿说，我们就找愿意说的人。愿意说的。这当真能成啊？能不能成，总要试过才能知道。这法子还是从那玄虚子身上学来的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便能用上。这杀人的事，乃是徐贵妃压箱底的秘密，她必然千藏万藏。你又是如何得知，还如此详尽的？我买通了林家一个不得志的下人，威逼利诱，偶然得知。怎么，不信？是吗？这是……既是扮瞎眼算命先生，总要相些。坐吧。娘子可否愿意与为夫携手同行？沈半仙，今日可要算算吉凶哦。贫道算来，今日宜携手同行，切莫松手分离。老夫人，门外有2位年轻道士求见。怕又是那些骗香火钱的方式吧？打发吧。可那位白衣道士说，咱家井台边的槐树近日来无风自动，若不化解，3日之内必见血光。那还不快请进来！贫道玄清观清虚子，这是着师弟专修雷法的真人。
道长既知我梦魇，可知缠我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丙寅年，您是否溺毙过一个绿衣服的丫鬟？我虽目不能视，但感应到那丫鬟已成邪祟，就缠绕在您身边。胡说！既是厉鬼索命，为何3年才来？夫人，您后院的铜钱阵最近是不是凭空消失了？那丫鬟在井下积攒怨气，现在已成大邪祟，所以夫人才会夜夜梦魇，怕是不日将要害您性命啊！若这鬼物这么厉害，二位又凭什么降服他？师兄，他既然不信任我们，那便走吧。城西的李员外还在等着我们破煞呢。等等！天地玄宗，万奇本根。妖孽现原形！老夫人，我见您这身上女尸功力太深，若不用此法，恐怕很难将她降服。那该如何化解呢？此乃天山雪蝉，混着童子尿，乃是驱邪之物。若老夫人想根治，需连饮7日，否则这邪物啊，便会取你的狗，不对，性命。还请老夫人速下决断，不然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啊！好，道长，我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还有一事，老夫人需今夜独自一人前往她埋骨之处，将这往生灯焚烧，否则这血光之灾将会降临到您亲近之人身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当年是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我只是轻轻的罚了罚你，是你自己跌到井里去的。你撒谎，分明是你用捣衣杵把我钉在井底的呀！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作恶多端，现在就来索你性命！大胆厉鬼，胆敢惊扰杨氏！判官大人明鉴，这个厉鬼要索我性命，快把他打到18层地狱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入地狱？你以为你逃得掉？我怎么了？前几日你谋杀儿媳，还伪装上吊，难道不是你做的？判官老爷，我承认我确实是错谋害了他，但杀人的真不是我呀！判官老爷，他撒谎成性，不然让我帮他回忆回忆，算是戴罪立功啊！别！我说，是安阳公主，一切都是她指使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判官，你这故事编的，我们可不信。这就晕了？我还没上演到油锅地狱那一段呢。还有，
你这判官演的也太浮夸了吧！你那锁链甩得跟唱戏似的。效果到了不就好了？再说，娘子方才吓人的模样，可比我擅长多了。少来！不过安阳公主喜欢林修远，想要害大姐姐，姐姐她宁愿死也不愿意和离。恐怕跟她去送宵夜那晚听到的事有关。那能听到什么事情啊？不知娘子可愿与我这个浮夸判官联手，一起加入其中？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本姑娘准了。姐姐，我都知道了，你不肯和离，是因为安阳公主，对吗？你实话告诉我，那天你去见林修远，究竟听到了什么？安阳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儿，母亲是萧皇后，自幼便被捧在掌心，甚至曾被封为魏皇太女。先帝突然驾崩，皇位落到胞弟手里。这些年，她恃宠而骄，卖官鬻爵，为的是什么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听到的应该是谋逆之事。为什么要查？你们为什么要去查？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会害死所有人的？你们知不知道，这样会害死所有人的？你不说，反而会害死所有人。那我还能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凭什么只有皇子能继承大统？我安阳文韬武略哪一点比不上他们？这皇位，他们做得，我为何做不得？公主乃天下奇才，自然远胜诸位皇子。所以，谁都不能阻挡我登上皇位的脚步，哪怕那个人是我皇兄。若他阻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他。林探花，本宫知道你才华横溢，可那又如何？在这京城朝堂之上，最不缺的就是有才之人。你若无人提携，恐怕熬到白头，也终究是个籍籍无名、仰人鼻息的小官罢了。若你助我成事，那便是从龙之功。待本宫登临大位的那一天，本宫就许你宰相之位，让你成为真正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臣明白了。很好，这枚令牌你拿着，替本宫去联络吏部的张尚书和兵部的王胜，告诉他们东风已至，让他们早做准备。臣明白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如何说？你们根本不知道安阳公主的狠毒。她曾因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撞到她的裙角，就命人将那孩子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掰断。宫里的太监不过是多看了她一眼，第二天就会发现惨死在马厩。这样的恶鬼，我若说出去，他定会让楚家上下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接下来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此事牵扯甚广，需从长计议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从长计议，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吧？
你从小就被继母防备，体弱多病，怕是连书房都没踏入过吧？你这一身本领又是如何习来的？我自幼喜欢读书，自有办法。读书？那林府的事呢？徐贵妃多年前害死奴婢的旧案呢？这些也是读书中学来的吗？你一步步引我去调查姐姐和离的真相，其实你早就知道安阳公主的结局，甚至你娶我，让我相信你，也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是不是连我也变成了你棋盘上的一颗棋子？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不重要了，沈烟，我就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究竟是谁？对不起，我还不能告诉你。所以你承认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？我承认，最初知道你是楚家人士，确实目的并不单纯。可后来，后来你发现我这颗棋子比你想象中的好用。明兰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做棋子。明兰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不需要了，你以后的一切我都不想知道了。沈烟，你当初问我是否想要做真夫妻的时候，我是想过的，可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和离书我明天便会送回侯府的，你我从此陌路。明兰，别跟来。世子，可要属下将世子妃带回来？不必了，你们未必打得过他。那派几个人暗中盯着，护他周全。另外，跟陛下解释清楚这件事。是。你走吧，我都已经说了。安阳公主结党营私，她若得逞，岂是一朝一夕之祸？届时天下大乱，烽烟四起，百姓何辜？又遭受此等生灵涂炭之劫。陛下早有防备，时机稍纵即逝，需你我联合，方能一击即中。我代表天下苍生，求大一切，为百姓，为朝廷，谋这一线生机。你想要我怎么做？我要你去见林修远，你若不死，他们想必不会轻易出手，我们便无法取到铁证。放心，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快尝尝，这是你小时候爱吃的桂花糕。好吃。小时候每次闯祸罚跪的时候，就盼望着大姐姐来找我。你每次都会带我最爱吃的桂花糕。奇怪，我怎么突然这么远？姐姐，吃桂花糕。兰儿，姐姐对不起你。你，姐姐，你不能回去。林修远他，若我不去，楚家一个都逃不掉。我来了。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？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
明月，我本不想杀你的，收起你那副虚伪的嘴脸吧，真心又如何？还不是填不满你那颗贪得无厌的心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以为我想吗？是，我是考上了探花，可再有学问，再有抱负，那有什么用？没有靠山，没有背景，他随便一句就能把我打发到苦寒之地，一辈子做个无名小官，永无出头之日。我寒窗10年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结局吗？所以你的选择就是用我的命来换你林家的满门荣耀吗？林修远，你的爱可真勉强。楚明月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你总是一副什么都被你看透的样子。长公主的手段你是知道的，喝下它。你若不死，他们想必也不会轻易动手，我们便无法取得铁证。放心，我会保证你的安全。我可以喝，但你必须保证不牵连我家人。好，只要你乖乖喝下它，我保你楚家无事。姐姐呢？楚二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姐姐不是在家里吗？你少装糊涂！除了你这儿，她还能去哪儿？你无凭无据殴打朝廷官员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到时候不仅是你，就连你和你姐姐，整个楚家都要为你的莽撞而付出代价。你姐姐为楚家付出的代价可就白费了。我一定会找到我姐姐。楚明婉，别忘了，做任何事情之前要考虑好后果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去告发他们？不行，我没有证据，不仅扳不倒安阳公主，还会打草惊蛇。听说了吗？平原侯要回来了。这侯爷常年在外，怎么突然回京了？我表哥在礼部当差，他偷偷告诉我说，是侯爷上表皇上，想让皇上给世子和安阳公主赐婚。可我怎么听说这世子不久前才刚刚成亲？小门小户的女子能当几天世子妃就不错了，休了便是。谁稀罕当什么世子妃？走吧，世子妃，世子有请。和离书我已经送回了侯府，我不是什么世子妃，你们找错人了。难道世子妃就不想知道你姐姐的消息？我姐姐在哪儿？这么久不见，世子妃连句寒暄都没有吗？沈燕，我没有时间和你说废话。若你是想说这些，告辞。我以为你是想见你姐姐的。求人总该有点求人的态度。方才是我冒犯，我姐姐究竟在何处？我带你去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姐姐到底怎么了？你对她做了什么？你姐被林修远为了宫廷秘药相思断，3日内若无解药，便会心脉枯竭而死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若是我的人晚到半刻，恐怕你姐现在已经在京郊乱门口。多谢世子出手相救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往后的事，我自己来。你自己来？你姐现在心脉已被毒素侵蚀，
外面那群庸医，连他中的什么毒都看不出来，更别提医治他了。世子既然提起，想必有救治之法。我确实有救治之法，只是差点忘了，世子如此神通广大，自然能轻易拿到宫中秘制的解药。你我现在已经和离，我凭什么要救你？那世子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，要你与我扮作恩爱夫妻，打消我爹让我和安阳公主结亲的念头。那你爹若执意让你娶安阳公主呢？那就是娘子的演技不到位，只能委屈娘子永远留在我身边，要陪我演一辈子恩爱夫妻了。你这算是威胁吗？不，算交易。世子真是好算计。你有选择的权利。还请世子信守承诺，就治好我姐姐。当然。主子既已救了楚大小姐，为何不直接跟世子妃说呀？您为了从林修远手中劫人，差点连暗桩都爆了。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就为听他一句“多谢恩情，来世再报”。可若用救命之恩相携，世子妃岂敢不从？我要的是他心甘情愿。现在这样就很好。等他发现复仇的刀是我递，救命的药是我求的，你说他这一颗心到头来会在哪？可这不还是血泊？来了。屋外有引线，父亲派来的。别看，就在门外。你确定要这个姿势？如果不这样，骗不过我父亲那老狐狸。夫人，该就寝了。沈燕，你流氓！你知道的，我困不住你，但你若此刻起身，被发现了，你这辈子可就赔给我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娘子好身手，原来娘子喜欢这种姿势。既然世子想玩，我便奉陪到底。世子可别忘了，我们只是演戏而已，做不得真。娘子如果愿意，我倒是可以假戏真做。你想得美。沈燕，你别太过分。这就叫过分了。那这样算什么？盖章为证。真是可惜了，要不是我父亲的人已经走了，恐怕
娘子要陪我一辈子了。你明知道他们走了，还……若不这样，怎么骗得娘子投怀送抱？你倒是实诚。娘子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是吗？世子不是想风流吗？那就在床下风流个够。罢了。明日我父亲要来检查恩爱，注意点身子，别着凉了。没错，她就是我的此生挚爱，我是绝对不会弃她娶安阳公主的。逆子，看我打死你！逆子，我打死你！你打吧，明兰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您若不想要您的孙子，那你就打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有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不就知道了？什么？夫人，年轻夫妻日日思念，情难自已，有喜也实属正常。您说是不是？父亲当年降妻为妾的事，您恐怕不想再重演了吧？逆子，你说什么？你敢威胁我？孩儿不敢，只不过世子妃现在身怀有孕，要静心养胎，那儿子先告退了。哦，对了，儿子病体孱弱，又是已有家室，即将有子之人，恐怕是没有办法娶安阳公主了。不过父亲您老当益壮，这安阳公主要不你娶了，正好能和母亲平起平坐，想必也是一段佳话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！侯爷，这个孽障！侯爷，与安阳公主结盟，共图大业之事，耽误不得，切莫因小失大，还望侯爷早日做出出兵的决断。公主，侯府刘氏那边刚刚秘密传消息过来了，他已经成功说服了沈侯爷，侯爷同意出兵。祝您成就大业。沈平开那个老匹夫，还真以为本宫看得上他那个病闹鬼儿子，妄想用联姻来巩固同盟，把他侯府和本宫绑死，真是天真。他却不知道，本宫早就和刘氏沟通好了，待本宫登临皇位，就会辅保他的儿子继承侯府权位，到时候整个侯府还不是在本宫的鼓掌之中。现在陛下病重，正是出兵的好时机，简直就是天助公主。是啊，也该变变天了。沈燕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瞒我，你其实是陛下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之前就奇怪，你是怎么能那么快拿到宫中秘制解药的？对，我就是陛下的人。你原原本本的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好，陛下早已洞察安阳公主意图谋反，可她经营多年，树大根深，若无实证，更会打草惊蛇。所以，她需要兵权。
而沈家手握重兵，自然成为他的首要目标。不错，而我所要做的，就是让他一步步步入陷阱，让他觉得有可乘之机。等他犯上作乱那一刻，人赃俱获，替陛下铲除这颗毒瘤。你是不是已经早就知道他们具体要做什么了？来人，人呢？人都去哪里了？怎么是你？工人呢？朕的工人都去哪儿了？那些奴才伺候皇兄不尽心，惹得你病体不安，都被妹妹我处置了。皇兄，该喝药了。你果然，你这是谋反！谋反？皇兄，这话说的可真难听啊！我怎么会是谋反呢？凭什么？我身上流着和你一样高贵的血，为什么你可以继承皇位，我却不能？朕赐你无上荣耀，享尽富贵，难道对你不好吗？是啊，于你而言，对我已是皇恩浩荡。可对我来说呢？我不过是你养在身边的一只宠物。皇妹，朕从未将你视为宠物，朕只是……事实上，是你帝王心术的平衡，是你彰显仁慈的工具。从小到大，我就比你更聪明，更有手段。登上皇位的本该是我，登上皇位的本该是我。皇妹，你错了。父皇曾告诉我，他也曾想过，我朝是否会出一位女帝。你骗人！父皇若真有此心，为何不传位于我？你还记得13岁那年，你弓笔因失手打碎玉盏，被你活活打死。你如此暴虐成性，倘若有天登上皇位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天下百姓在你眼中又将是如何光景？行了，皇兄，沈侯的军队早已将皇宫层层包围，明日京城只会传出陛下因病暴毙，而你将会留下遗诏，传位于我。安阳，现在迷途知返还来得及，朕可以当做一切从未发生。皇兄，从我看到那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一刻起，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公主，不好了，我们中了埋伏。沈燕她根本没病，她带着陛下早就布置好的禁军和侯府亲卫反扑出来。原来你一直都在算计我。朕若不装病，你又怎会暴露狼子野心？公主，快走吧，留得青山在。走，我拿走。这么多年的谋划，马上就要到手的皇位，岂能就这么轻言放弃？我不走！别过来！再跟我前一步，我就立刻杀了他！安阳，放下剑，不要铸成大错。成王败寇，今日既然我得不到这皇位，那就谁的陛下好过？公主，快走吧！滚开！朕不走，朕才是真命天子，这皇位是朕的。看见了吧？
朕有传位诏书，朕是名正言顺的皇帝。你们这些狗奴才，竟仗如监军，还不给朕跪下！安阳，你谋逆弑君，证据确凿，还不伏法？你们才是逆贼，都是你们逼朕的。雪雁，公主，别伤他，即刻起，褫夺安阳封号，贬为庶民，流放北疆。流放？你想我像蝼蚁一样，在苦寒之地苟延残喘吗？休想！皇位是我的。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都是因为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安阳公主，不，都是因为安阳这个逆贼胁迫我，臣万不得已才听从他的调遣，还请陛下给臣一个机会。林修远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撒谎吗？陛下，臣女楚明月冒死前来告发探花郎林修远，并非受胁迫，而是主动投靠安阳公主，积极参与谋逆。楚明月，一个毒妇！陛下，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臣想要休了他，他诬陷臣安。陛下，林修远书房密室中定有他与安阳公主来往的密信，陛下派人一搜便知。来人，将逆贼林修远押入天牢，彻查与此案相关的所有人士。陛下，我是冤枉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本想替姐姐讨个公道，不过林修远这个下场也挺合适。这件事能成，还要多亏你姐姐。要不是她去见林修远假死，让他放松警惕，恐怕这件事不会这么顺利。至于我父亲和刘氏被圈禁在南山，至死不得出，只是这侯府目前就只剩我一个了，也不知有没有人愿意收留我。那就要看某些人表现如何喽。哦，那娘子想要我怎么表现？每天去东街给你买桂花糕，还是晚上跟你暖床？还是先从捶腿揉肩开始吧。不过你要是伺候不好本姑娘，本姑娘就罚你给我捶腿揉肩一辈子。别说是捶腿揉肩，我要为你制发，为你撑伞，把东市所有的吃食待你都尝一遍。